军事史告诉我们，整个中世纪是欧洲被我们压着打的，知道吧？欧洲那个时候啊，对东方的进攻就是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我们亚洲打它次数就多了。公元5世纪，匈奴王阿提拉，这个在东欧建立起一个非常大的匈奴帝国啊，占了欧洲的一半。最后呢，引发北欧、中欧的人往罗马跑嘛，往南欧跑，最后把罗马帝国给摧毁了。公元5世纪，阿提拉什么人知道吗？阿提拉是被我们汉朝灭亡的北匈奴的一支残部，就给他打败了。匈奴原来是我们东亚的人种啊，很厉害了，纵横末百万里，上下2000年，是吧？然后老压着我们中原王朝打啊，最后是到汉武帝就火了，举全国之力反击他，把他打残废了。然后谁给他灭呢？是汉武帝的后代，是光武帝刘秀，就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派那个耿固窦宪北伐，彻底把匈奴给灭了。然后人类历史上在我们东亚就没有匈奴人了，对不对？但其实匈奴有个残部，就北匈奴、南匈奴全部投降汉朝，北匈奴大部分90%给消灭了，剩下的残部就往欧洲跑。他打不过我们，带着气走的，知道吧？但是他跟中原交手了1000多年，他那个水平也挺高的。他沿途去打那个什么，这个中亚、西亚、东欧的那帮少数原始民族，他厉害多了啊！于是，在东欧建立了庞大的匈奴帝国，叫阿提拉帝国。西方人把它叫上帝之鞭。最后把罗马帝国摧毁了嘛。5世纪、7世纪，是不是这个阿拉伯半岛出了一个圣人，是吧？叫穆罕默德，对不对？创立的伊斯兰教，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创立了阿拉伯帝国。然后阿拉伯帝国扩张，最后就是西亚、北非、中亚啊。南亚一部分都是他的，然后在欧洲呢，他占领了南欧800年，就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这是第2次东方打西方。第3次呢，就是蒙古帝国西征，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啊，率20万大军西征，打到了维也纳，把东欧全部占领了，在中欧维也纳附近把欧洲联军全部击溃了。理论上讲啊，拔都啊那一次是可以把欧洲全部占领的。因为当时拔都得到的命令就是要打到海边，把整个欧洲变成牧场，是吧？理论上啊，欧洲那是最危险的一次啊，没有意外的话，欧洲就被征服了，然后全部欧洲变成牧场，然后欧洲人全部变成牧民，然后就不上学了，不懂数学，后面的什么工业革命啊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吧？理论上那一次欧洲是很危险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发生2件事，一件是天气。就是在拔都战胜欧洲联军之后，中欧地区就连续了好几年，这个出现那个大雨洪灾，然后整个中欧地区啊就成了沼泽化，地面就软了。沼泽化以后，蒙古的马就跑不起来，然后拔都啊就退到那个东欧去等着。拔都就到今天莫斯科那个地方等着，在等的时候啊，在中国出现了一件大事儿，就在当时叫四川，现在属于重庆合川区，有个地方叫钓鱼城。金庸小说里面就提到过钓鱼城，对吧？郭靖是不是跑去抵抗那个这个蒙古军队嘛？就在那儿啊。郭靖帮助过钓鱼城，帮助过襄阳，等等等等，这个是有史实依据的。就在钓鱼城下呀，蒙古的最后一个皇帝蒙哥战死了，然后蒙古帝国就分裂了，然后欧洲就得救了。统一的蒙古帝国50多年，4个皇帝啊，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蒙哥是4个皇帝当中比较优秀的啊，当然比不过他祖爷爷了，成吉思汗最优秀。如果要排位，4个皇帝他是排第2的，很厉害的啊。结果呢，他在钓鱼城城下战死了，是吧？战死了以后，蒙古帝国就分裂了，一部分变成了我们的元朝。但是剩下的部分就变成了4大汗国啊，察合台、窝阔台、伊尔汗国和钦察汗国。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前身。创立者就是拔都，征欧元帅。他一看皇上没了，知道吧？我再打我也挺辛苦的，老子不打了，自立为王，知道吧？于是欧洲就得救了嘛。所以我去欧洲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这500年人五人六的啊，吆五喝六的，过得挺好。你首先要感谢四川的农民呐，否则哪有你后面的好日子啊？
这是中世纪欧洲最危险的一次啊，蒙古西征。第4次呢，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它的创立者是突厥人，对吧？突厥人其实原来也是咱们那个东亚地方发源的一个民族，也是先是打中原王朝，但是最后被唐朝给击败了，就跑到西亚去了，对吧？然后先后建立了塞尔柱突厥和奥斯曼突厥，其中后来影响最大是奥斯曼突厥啊，然后1453年15世纪中，这个奥斯曼突厥呢就把这个君士坦丁堡给占领了，变成了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然后就把那个叫东罗马帝国，也叫拜占庭帝国给消灭了，是吧？然后就把东南欧叫巴尔干地区全部占领了。这些史实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后面的原理是在这儿，就是在以人力为主的阶段，欧洲对我们没有任何优势，知道吧？实际上是被我们压着打的。国防强未必是国家真正强大，因为财富是绝对的值啊。你在军上，在国防投入多，你在经济上就少。所以我不太认可这个话，国防强真正强。你上桌了，你只是不是在桌子上，你不是在菜单上，你在盘子里啊。你就是那盘菜。记住，硬实力永远比软实力有效。谁要在轻视国防，就应该把他送到伊拉克去，送到阿富汗去。我说没有国防转化能力的 GDP， 实际上就是狗的屁，这不是汉语翻译过来不就是这个翻译吗？现在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这3方不就俩时刻一食材吗？就不给你欧洲上桌，你能怎么办？欧洲说我很生气，我奶凶，没实力但很生气。你看特朗普跟普京见面了。然后特朗普提出来的条件是什么？他支持你继续打下去吗？他这个方案分明是把你切吧，直接真的是切片端上桌。你上桌了，你只是不是在桌子上，你不是在菜单上，你在盘子里啊。你就是那盘菜。现在整个这个乌克兰和欧洲的那种跳跃，人家说是在小孩那桌上跳，不是啊，那是盘子里蹦跶的新鲜食材啊。得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啊，你还上桌呢？你在桌子上头，你在盘子里面，那俩拿着在那儿分呢，刀叉已经拎起来放在这儿，然后再说啊，你这切5块，你可以吃3片还是吃2片，剩下2片给谁吃？不就这个场景吗？就大家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去类比一下。记住，硬实力永远比软实力有效。硬实力永远比软实力有效。中国历史上，北宋，对吧？软实力再强，硬实力不匹配，那个是很糟糕的，很糟糕的。中国这个在实力上面有一个东西是让日本又爱又恨，叫羡慕嫉妒恨，让美国无可奈何的，就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五合法拥有核武器的5个国家之一。咱有核武库，合法拥有核武库，我们可以跟你讲道理，而且为了跟你讲道理，我可以合法的、负责的进行更新和现代化，关你什么事？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故事发生在1969年3月2号，中苏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冲突，前苏联对我珍宝岛地区进行侵略，被我们击退。你想，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他能吃这亏吗？他要报复，他不甘心啊。这样，在1971年，当时的苏军总参谋部就制定了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列出了4个方案，供苏中央最高当局进行选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案叫南北夹击，环形进攻。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东北和西北同前苏联接壤，对吗？正北蒙古是苏联的附属国，西南印度是苏联的传统盟国，正南的越南长期追随苏联，甚至还想勾结台湾的蒋邦。看见吗？环形进攻，这当然是一场全面战争。第二个方案，以黄河为界，妄图拿走我3北地区，成立所谓黄俄罗斯，或者3北单独拿走其中1北，比如东北。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能源基地，那肯定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或者华北首都所在地
政治影响巨大。苏军的计划速度是从中蒙边境的阿连浩特到北京的时间12小时到达。坦率地讲，当时的苏军是有这个实力的。或者西北，妄图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要在地域和民族上对我们进行分裂。第3个方案叫偷袭边境，打了就跑，意在摧毁我西北地区的核工业设施。第4个方案叫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请问有谁知道外科手术在当时指的是什么？核武器，核打击。说对了。苏军总参谋部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写道：此计划如果不能在1975年之前实施，那么此后日益成长起来的中国核力量必将对苏联的任何打击方式做出可怕的报复。今年是2013年，距离苏联人给他们自己规定的最后曲线过去多少年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苏联呢，没了。别看苏联没了，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谁要再轻视国防，就应该把他送到伊拉克去，送到阿富汗去。这个故事我觉得还应该引起我们2点思考。第一，为什么当年苏联人没敢进来呢？因为新中国建国20多年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拥有了2弹1星，我们还有实力，他不敢轻易的进来。实力多么重要！第二，我们怎么没想过进他们那儿去呢？甚至在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处在它发展的最低谷时期，我们也没想过把老沙皇抢走的东北西北150万给要回来啊！为什么？还是实力不行。俄罗斯到现在仍然是世界第2军事强国。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实力永远是维护正义的基础，国防才是外交真正的后盾。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